乌军攻陷俄军别尔哥罗德据点，库尔斯克弹药库遇袭爆炸。别尔江斯克叛徒市长被清除，俄摩托旅指挥官遭定点击毙。中东局势骤然紧绷，美国或在48小时内出手攻击伊朗。乌军多线反击告捷，俄军春夏攻势宣告失败。韩国警告朝鲜正向俄乌战场输送更多兵力。哈梅内伊换帅，伊朗陆军司令突遭更迭，以色列导弹直击内部安全总部。伊朗电视台遭黑客入侵，呼吁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以色列空袭伊朗核反应炉，多国紧急启动撤侨行动。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军事打击正在逐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月18日，乌克兰空军对俄边境地区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直指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两大战略据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战机当日突袭了别尔哥罗德州科金卡地区的俄军据点。执行任务的是一架米格29战斗机，机上携带了法国制造的 AASM 锤子精确制导炸弹。画面显示，该据点连续发生3次爆炸，建筑设施严重受损，俄军步兵集结区也被摧毁，现场一片浓烟滚滚。目前尚未公布详细的人员与装备损失。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乌克兰空军在短短3天内第2次空袭别尔哥罗德。就在不久前，一架苏27战机也对该区域的俄军基地展开轰炸。这一连串裂动显示，乌军战机已具备在俄边境空域进行持续性打击的能力，而这在去年俄军仍将其视为红线的背景下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库尔斯克州的雷尔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巨响，一座俄军弹药库在乌军打击后发生剧烈爆炸，引发大规模火灾。据称，爆炸产生的火光在边境地区清晰可见，破坏程度恐怕不容小觑，更多细节仍待披露。在乌东战线，乌军继续对俄军重型装备进行打击。顿涅茨克方向，乌克兰使用 FPV 自杀式无人机成功摧毁了2套俄军 Yastrab 雷达系统，进一步削弱了俄军的侦察与防空能力。国际社会方面，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继续围绕能源与军事产业展开。此次制裁覆盖范围广泛，包括俄方影子舰队的20艘船只、6家涉军企业和4名个人，其中包括一家莫斯科电子设备供应商。尽管伦敦此前已宣称推出史上最严厉的对俄制裁，此轮措施显示英国仍在持续加码。捷克方面则表示，将继续执行对乌克兰的炮弹协议，至少延续至2026年，确保乌军在长期战斗中不断弹药供应。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也释放出新的信号，北约将不再公布具体军援清单，效仿德国的战略模糊政策，以增强对俄罗斯的威慑效果。这一变化或将为乌军后续行动提供更多灵活性。乌克兰情报机构近期展开一系列战场之外的特殊行动，锁定并清除与俄罗斯合作的关键人物，不仅在敌后实施斩首，也在前线持续反击俄军攻势。据 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6月18日的通报，乌克兰特工在扎波罗热俄战区的别尔江斯克击毙了被通缉多时的叛徒市长米哈伊洛·赫里查伊。这名自2022年战争爆发后即与俄方勾结的地方官员，曾担任别尔江斯克的代理市长，并负责当地基础设施、燃料和能源系统，长期为俄军提供后勤支持。乌克兰方面指控赫里查伊不仅通敌，还出卖亲乌克兰民众，并协助俄方对这些平民实施打压与惩罚。他的所作所为早已被基辅方面列入优先清除名单，这次的定点清除可谓蓄谋已久，计划周密。事实上，这并非乌方首次在该地区展开针对叛徒的暗杀行动。今年2月，别尔江斯克的副市长波格丹诺夫也在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当场身亡。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显然在持续进行一项更大范围的内线净化行动，不仅清除俄战区的代理人，还深入莫斯科及俄军后方，锁定并击毙关键军政人员。相较于乌克兰安全局主攻俄军基础设施与机场的策略，情报总局更专注于斩首式打击，直取要害人物，削弱敌方统治与协调能力。
与此同时，在苏梅方向的前线战场上，乌军也取得一项战术胜利。据报，第225突击团成功阻击俄军第30摩托化步兵旅的攻势，并在安德烈夫卡地区击毙俄军指挥官亚尔采夫上校。此人是俄军前线的营长及指挥官，其战死对该部队的组织与作战能力构成直接打击。虽然俄方尚未就此消息发表回应，但从目前流出的信息看，乌军在苏梅地区的局部反击已经呈现加速态势。早些时候，泽连斯基就曾公开宣布，乌军在安德烈夫卡等地取得进展，如今战斗仍在继续，战局仍未稳定。除地面战斗外，乌克兰炮兵还对赫尔松左岸的俄军阵地实施了打击。6月中旬，乌军炮火覆盖 Starosibirivka 地区，该地为俄军在赫尔松的重要据点。根据前线画面显示，现场共发生至少8次爆炸，随后腾起大规模白烟。目前，乌军不断从右岸实施炮击，形成压制态势，而俄军则迟迟无法有效跨越第聂伯河进行实质性推进。中东的火药味愈发浓烈，美军正紧锣密鼓准备对伊朗展开大规模军事打击。消息称，未来48小时或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窗口。据彭博社6月18日引述白宫高级官员透露，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在私下批准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军事计划。不过，为了观察当前以色列空袭的成果，以及伊朗是否愿意回到和谈判桌，他暂时推迟了签署最后命令。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强硬回应，伊朗绝不会屈服。这一表态无疑宣告了和谈判破裂，令局势进一步升级。战争的阴影正在逼近。目前，美军航母、战斗群与隐形战斗机编队早已部署至中东战区，但外界的焦点却集中在美国空军的 B-2幽灵战略轰炸机上。这款全球最昂贵、最隐秘的飞行武器，极有可能成为撬开伊朗地下核设施的破门锤。B-2拥有惊人的 1.1 万公里航程和 1.5 万米作战高度，能避开几乎所有雷达系统。而其携带的 GBU-57巨型钻地弹重达 13.6 吨，可穿透60米钢筋混凝土，被认为是摧毁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的唯一选项。此弹只能由 B-2投掷，也正是以色列多次呼吁美军参战的根本原因。就在数小时前，以色列已率先出击 F-15I 雷电战机空袭了伊朗阿拉克的核设施。从现场拍摄的视频看，目标区域上空腾起蘑菇云，剧烈爆炸引发震动全城的冲击波，损失情况仍有待卫星图像确认。分析认为，以色列正试图以实际行动逼美国尽快介入，而特朗普所观望的空袭效果很可能就在这2日内定下基调。另一边，俄罗斯也被卷入风暴中心。外界一度猜测莫斯科是否正向伊朗提供秘密军事援助，但克里姆林宫紧急否认，称此前与德黑兰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并不涉及军事合作。更微妙的是，俄方还补充称，我们曾向伊朗提出共同研发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议，但对方似乎兴趣不大。这一说法令人玩味，庞福在为未来撇清干系。尽管伊朗目前仍在使用从俄罗斯采购的 S-300 防空系统，但从以军轻易突防、实施精准打击的结果来看，这些防空武器的效能似乎已经力不从心。2025年6月19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12天，硝烟与废墟仍在不断蔓延。西线的库尔斯克方向，乌军 Sting 特种小队悄然渗透俄控区，在州西部对俄军前沿阵地发动突袭，不仅成功夺取阵地控制权，还击毁多门俄制122毫米 2S1 康乃馨自行榴弹炮。而在东线的顿涅茨克州，乌军则在科斯坦丁诺夫卡一带发动猛攻，于亚布洛尼夫卡附近摧毁一支庞大的俄军装甲纵队。战果惊人，23台重型战车，包括 MPLB 装甲输送车、坦克与步战车、4轴军用卡车以及摩托车等全部被歼灭。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乌军继续坚守既有控制区域，并出动战机成功摧毁科金卡的俄军基地，巩固空地协同作战优势。在苏梅方向，乌军展开有效反攻，
成功收复若干备战定居点。其中第225突击团在对抗中给俄军造成严重伤亡，遏制了敌方进一步推进的可能。与此同时，俄军在前线使用大规模人海战术，试图建立缓冲区，但成效甚微。据估算，目前投入的5万俄军中，已有超过1万人伤亡，攻势已趋停滞，反映出俄军春夏攻势基本失败。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的科斯蒂安特尼夫卡方向，乌军成功击退俄军大规模装甲进攻，战果包括摧毁18辆装甲车、13辆摩托车以及大批步兵力量，重创敌军。哈尔科夫战线方面，乌军在一次集中行动中摧毁俄军4辆摩托车、2辆步战车、1辆民用运输车、1门 MT-12反坦克火炮及1架 Mavic 型无人机，同时消灭俄军士兵10人。在西维尔斯克地区，乌军第114国土防御旅果断反击，击毙试图以摩托车发动快袭的4名俄军士兵。虽然摩托车突袭具备机动性，但在精确反制下反而带来更大损失。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外交部6月18日表示，朝鲜正在进一步向俄罗斯增派军力，此举已构成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公然违反。韩国方面强烈敦促朝鲜立即停止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据报道，朝鲜在今年4月28日首次公开承认，已向俄乌战场派遣部队，协助俄罗斯重新掌控库尔斯克州一度被乌克兰占领的地区。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时发表书面声明称，出兵是基于朝俄去年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符合两国战略合作的框架。此前，英国国防部于6月15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消息称，朝鲜派遣至俄罗斯协助作战的部队在库尔斯克地区已遭遇严重损失，伤亡人数超过6000人，占最初部署到该地区约 1.1 万名朝鲜士兵的半数以上。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早前曾通报称，今年1月至2月期间，朝鲜又向俄罗斯增派了约3000名士兵。韩国军方估算，连同去年已部署的约 1.1 万人，朝鲜参与俄乌战争的兵力持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朝鲜已成为俄罗斯在对乌克兰战争中的关键军事盟友之一。除派兵参战外，朝鲜还向莫斯科提供大量炮弹和导弹，以此换取石油产品及尖端军事技术支持，尤其是在弹道导弹系统升级方面。当地时间6月18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以色列对伊朗境内多处关键军事与安全设施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由国防部长约阿夫·卡茨亲自对外宣布。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以色列导弹成功摧毁了伊朗内部安全总部大楼，这是伊朗专门处理国内事务、情报审查与社会控制的核心机构之一。卡茨在声明中重申，以色列将继续执行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对伊强硬方针，并直言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人进行打击。敌人越藏，我们打得越准，他强调。讽刺的是，就在不久前，哈梅内伊才通过视频对全国发表讲话，强调要团结抗敌。但话音未落，导弹已至。与此同时，伊朗警察指挥总部也在空袭中遭重创，现场腾起浓烟。由于爆炸时间点敏感，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有高阶官员在内。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此前刚在6月16日成功清除了伊朗警察总长艾哈迈德·拉丹。这位备受争议的官员曾强硬推进女性强制佩戴头巾政策，即便在私家车内也不例外，引发国内外广泛反弹。实际上，伊朗内部安全总部与警察系统职能高度重叠，两者的连续受创无疑对民众心理造成重大冲击，也暴露了德黑兰权力中枢的高度脆弱。而在军事目标方面，以军也展开了多线突袭。南部的马什哈德军用机场在夜间遭遇第二轮导弹打击，一架波音 KC-707加油机在停机坪被彻底摧毁。约500公里外的科尔麦沙阿空军基地亦未幸免，驻地直升机中队遭到重创，至少5架被击毁。此外，德黑兰西北的卡拉季，伊朗弹道导弹的重要部署区也被战机锁定。位于该地的梅萨米军事基地受到精准打击，多处弹道导弹发射设施疑似被毁。
就在以军接连得手之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于第一时间宣布，任命穆罕默德·卡拉米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新任陆军司令。此举显然是为应对指挥系统频繁被斩首后的真空状态。不过，据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警告，卡拉米的名字已被列入行动名单。这不是空谈，革命卫队前任总司令海山·萨拉米已在先前打击中确认被清除，而伊朗国家军队的2任总司令阿里·拉希德与穆罕默德·沙德马尼也先后被击毙，后者甚至上任不到4天便遭遇厄运。除了空袭和导弹交锋，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抗已悄然蔓延至网络空间，信息战全面爆发。据 Nexta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6月19日，伊朗多家主要电视台遭遇神秘黑客攻击，直播画面被改动，屏幕上赫然出现反政府内容，伊朗女孩摘下头巾、剪去头发的画面一幕幕播放，伴随的是一连串呼吁民众走上街头反抗德黑兰政权的呼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伊朗官方电视台一时间竟无法阻止这些画面，只能在屏幕角落仓促打上字幕，你所看到的是敌对势力发动的网络攻击。然而，这段声明非但没有阻止扩散，反而加快了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大量视频片段迅速涌入伊朗境内外的网络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与之同时，社交媒体上传出德黑兰多所学校爆发抗议潮，女学生集体摘下头巾，甚至占领校园，表达对当局不满。虽然伊朗政府紧急否认此事，并宣称全国将更加团结，但同时也放出强硬警告，将对以色列实施毁灭性反击。讽刺的是，就在事件爆发前数小时，伊朗方面曾对外宣称将在当晚做一件能让世界铭记几个世纪的大事。外界一度紧张猜测德黑兰将有重大行动，但紧随而来的却是网络系统瘫痪、断网、电视台被攻破的信息攻势。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伊朗原计划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和泥石系列弹道导弹，意图震撼中东。但据以色列方面称，伊方首波5枚导弹已被铁穹等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仅在凌晨时分，伊朗发射的100余枚导弹中，有几枚成功突破防线，袭击了以色列南部多个目标。其中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贝尔谢巴，以色列第3大医疗机构索罗卡医院遭受直接打击，造成4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医院的旧手术室被彻底摧毁，多个楼层也遭到不同程度破坏。这一事件也引发历史的讽刺性回响，索罗卡医院正是2004年曾为哈马斯前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进行脑瘤手术的地方。正是这家以色列医院曾在其服刑期间挽救了他的生命。而近20年后，辛瓦尔却成为10.7事件的幕后主谋，并于2024年在以色列军方的特别行动中被清除。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已进入第7天，局势持续紧张。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将持续打击伊朗，直到摧毁其核计划为止。他警告说，德黑兰的暴君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内塔尼亚胡此前明确表示，以色列将不惜一切代价消除对国家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以色列军方透露，周3夜间袭击了位于伊朗中部阿拉克市的孔达布核反应炉，这是一座在建的重水反应炉，重水反应炉可生产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铍。此外，以军还袭击了纳坦兹地区的一个设施，据称该地存放有核武器研发用的关键零部件和设备。迄今为止，以色列已对伊朗发动为期1周的空袭和导弹攻击，击毙多名伊朗军事高层，重创其核能力。以色列表示，其目标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及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伊朗则一再否认制造核武器，强调其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以色列军方官员称，周4早晨，伊朗发射数枚导弹袭击以色列人口密集区，其中包括位于南部的索罗卡医疗中心，该医院受损。以色列多地，包括特拉维夫中部，亦遭到导弹袭击。路透社报道称，特拉维夫袭击地点附近有10多个欧洲和非洲的大使馆及外交使团。随着战火持续蔓延，各国政府纷纷紧急撤离本国侨民。
以色列关闭领空，撤侨行动多依赖邻国作为中转，有时需通过巴士或徒步跨越边境。捷克国防部表示，因以色列领空关闭，捷克军机无法直飞，以色列撤侨者被巴士送往邻国机场，部分人员甚至徒步越境。德国安排航班经约旦撤离，其他欧洲国家亦组织撤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宣布启动海空撤侨计划，为愿意离开以色列的美国公民提供航班和邮轮服务。经过多年敌对和代理人战争后，伊朗与以色列这对宿敌重燃直接冲突，令外界担忧这场争端可能蔓延成席卷整个中东的长期战争。以色列拥有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力，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血腥袭击，引发加沙战争以来，以色列已在多个战线作战，战火蔓延整个地区。随着以色列宣布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国际油价迅速攀升，投资者担忧中东冲突加剧将严重扰乱全球原油供应。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